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新闻茶座啊，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做新闻茶座了，我们今天做个新闻茶座，题目是什么呢？这个议题是22岁的姐姐拒养2岁的弟弟，被父母起诉。那么谁会胜诉呢？这个话题是这么来的啊，这个话题是这样啊，就是说一对靠这个低保生活的夫妻啊，生完那个2胎之后啊，两年之后，就是孩子2岁之后，发现呢身体也不大好，经济状况也不好，觉得没有能力把这个孩子抚养好。于是呢，就想把自己的把这个2岁的儿子交给这个已经长大的女儿抚养。没想到呢，这个女儿呢坚决反对啊，不同意。最终呢，这个夫妻呢就把这个女儿呢，为了这个事情呢，把这个女儿告上了法庭啊。这个法庭最后怎么判的啊？最后法庭。这个女儿叫丽丽啊，化名叫丽丽啊。这个法庭判的是父母胜诉，然后这个女儿丽丽要抚养弟弟。这是真实的事情吗？这不是真实的事情。但是这段文字刊登在哪里？刊登在这个光明日报，它是一个普法宣传栏目。普法宣传什么呢？民法典。这里面的这个故事最后有一个注解，这个注解是什么呢？注解就是律师解释，对这个案例进行解释啊。他说呢，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和即将生效的民法典的规定，如果父母对孩子没有抚养能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兄弟姐妹是有抚养义务的啊。那么对于这个2岁的弟弟来说，姐姐的抚养义务不可拒绝。问题来了，光明日报刊登这个普法故事，当然肯定是要宣传民法典，宣传民法典里面的一些重要的经典性的这些法律条文。那么这里肯定就是有一个法律条文，这个法律条文就是当父母没有能力抚养这个儿女的时候，那他的兄弟姐妹就有义务去帮助他去抚养啊，抚养义务，具有这个抚养义务。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一个这个茶座啊，我们就做一个茶座，因为好久没有做茶座了。我们今天这个茶座就选一个相对比较接地气啊，相对接地气。我也希望有一些跟法律界有关的这个网友一起来参与啊，那么让我们有更多的法律方面的这个见解。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就这个案例来说，我们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第一个，你认为法院的这个判决靠谱吗？啊，这是我们可以第一个谈这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这个22岁的姐姐，你会拒绝吗？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他特地选了一个什么呢？比较极端的情况。什么叫极端的情况？就是姐姐和弟弟的关系啊。这个中国人一说姐姐和弟弟的关系，那大家就很容易想到一个情况，就是重男轻女。就是说，如果是上面是个哥哥，下面是个妹妹，这父母会不会让这个哥哥抚养这个妹妹呢？不好说。但是如果是个姐姐抚养一个弟弟，这可能性更大。为什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中国人的这种重男轻女啊，这个情况啊，这个情况，这是第三个角度。第四个角度，还有一个角度，什么角度？就是父母在孩子之间偏爱的问题
我们都碰到过这种问题没有中国的父母很难避免偏爱的问题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经常遇到遇到很多人跟我讲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爸爸喜欢哥哥，我妈妈喜欢我爸爸喜欢姐姐，我妈妈喜欢弟弟我没人疼有这种情况就是父母偏爱的问题。父母偏爱经常是一个家庭悲剧的开始这是第4个议题。第5个，我们当然也可以做一个更有这个法律角度。我们从法律角度就是民法典民法典，我们从民法典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民法典是什么呢？民法典是2020年5月28号颁布，然后明年1月1号实施。民法典是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典，民法典那么它总共有7篇，1260条，它其实是把一系列的法律拢在一起那么这个它有什么呢？有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这肯定是婚姻家庭篇了，继承、侵权责任以及负责。那么2021年1月1号实施之后，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当然最重要的是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总则同时全部废止。它为什么同时废止？民法典其实就是把这些法律拢在一起，变成一部法律一部法律叫法典，民法典民法典是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法典都是民法的基本法所以它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基本法这是个很重要的法源，它是个法源那么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但是民法典，中国的民法典的制定相当草率或者是匆忙，就是说理论上来说，你要修一个这么大规模的法律，要通过一个这么大的法律，它需要很长时间很长时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民法典没2下就给搞完，为什么？它基本上没改，就是把这些法律全部拢在一起。理论上来说，你重新修一个这样的法律，肯定要有很长远的眼光去看待这件事情，但是中国没有你可以看，大家可以看到民法典的水平是个什么样的水平？就是一个22岁的女儿，她是不能够拒绝她父母要求她抚养2岁的弟弟的这种责任的，这就是民法典的法律规定那这个法律规定是不是不合时宜呢？还是为什么它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定？它背后是有理由的什么理由呢？我认为是2条理由。第一条理由，这个法律规定其实中间背后反映了2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抚养责任取决于什么？抚养责任其实取决于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如果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一个独立个体的话，你想一下，丽丽她已经22岁，她已经独立成人了，她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她已经理论上来说她已经离家了，对吧？她已经成人了，她父母已经对她没有约束能力，因为她已经不是她的监护人了。她为什么还需要对她的弟弟承担责任？她对她弟弟承担责任，其实背后映射的是什么？背后映射的这个父母对她仍然有支配权，否则他凭什么去
因为他跟弟弟在地位上是一样的，尽管他年龄比他大很多。也就是说，这个背后其实映射了一个观念，就是父母对子女的支配权是长久的支配权，这和我们现代社会的观念完全不匹配。我长大成人，我出去工作，我独立成家，父母对我有抚育的责任，同时我有养育父母的责任，赡养父母的责任啊。但是我赡养的父母是有一定的限度的啊。这里面涉及到的很多的，当然我们讲中国人是人情社会，它当然有很大的弹性，但是赡养责任是存在的。但是你让他去抚养他弟弟，有点就是如果没有这一层的支配权的话，这理论上是不成立的啊。那么，但是他这第一个就是背后的观念的问题啊。第二个，那为什么法律还要这么定呢？这就涉及到谁来制定这个法律啊？制定这个法律的出发点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考虑这个问题？这为什么要把责任？理论上来说，父母对子女有这个抚养的义务。当父母对你没有能力抚养子女的时候，理论上来说，政府应该把这个责任接过去。这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这个意义就在这里。当一个家庭他没有办法抚养抚养子女，或者一个家庭没有办法正确抚养子女的时候，这个政府都应该想办法去解决。其实应该是从什么角度？从保护儿童的角度出发，把这个孩子送到福利机构去抚养，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路径。但是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了谁呢？法律把这件事情交给了谁呢？交给了他兄弟姐妹，这样政府就没责任了。为什么？因为这法律是政府起的，这就是中国法律的问题。中国的法律基本上都是恶法，恶法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法律基本上都有利于什么？有利于执法机构，有利于政府部门。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法律都是政府起草，政府起草法律，你就会出现很多匪夷所思的想法。为什么？因为它很多地方都要避免政府去承担责任。那么很多地方政府把政府责任往旁边一挪开，这个法律就非常奇怪了。这其中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我如果从民法典的角度来看，我就认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法律，就是我要让他畸形，我也不能够让这件事情被我来背上。这就是中国的法律的特点。好，我就抛砖引玉，讲这么多开场白啊，讲一个开场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茶座呢，我们就这个话题，可以从各个层次进行讨论啊，可以从家庭的角度，就是重男轻女啊，父母偏爱啊，这是一个角度啊。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刚才我讲的法律的角度啊，法律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条文啊？还有从什么角度？从这个儿女和父母的关系这种角度啊，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丽丽，你会怎么想这件事情啊？或者你是做父母，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好吗？我今天就抛砖引玉啊。那么有一些网友不了解我们的新闻茶座的规则，新闻茶座的规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在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只围绕着这个我们今天的茶座的内容展开讨论，我们其他的议题暂时先不讨论。我们半小时讨论结束之后，大家可以
像我们其他的互动的节目一样，也可以。今天有杂音吗？确定？哦，是吗？我看一下插头是不是又松了呀？我来看一下插头。大家听听，还有杂音吗？呲啦呲啦。哎，好奇怪啊，这是什么情况？还有吗？声音怎么样？现在还有杂音吗？还有吗？还有杂音吗？哎，奇怪，我这个有一点。我把争议，大家听一下，还有杂音吗？还有杂音吗？现在还有吗？现在听一下，还有吗？现在还有吗 ？OK， 抱歉啊，我现在这个话筒真的是有点 OK， 好吧，好，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啊，进入这个茶座。茶座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茶座的这个规则，就是半个小时之内，我们所有的议题，所有分大家的观点、问题、情况，都围绕着我们今天的主题展开。那个半小时之后，我们仍然跟我们的互动，其他的互动一样，也可以就其他的议题展开讨论，好吧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好多了是吗？应该是争议太大了，是的，我把争议关掉了，因为我看不出来争议是哪边是开，哪边是关，所以我放到中间OK，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后呢，就让大家记住我们进入这个茶座的互动呢，我们尽量的阐述观点发表意见阐述观点，或者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提问，也可以就着网友的提问来回答，好吧？这就是我们茶座的模式。我希望呢，我们让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表现形式，让跟网友更多的能够参与表达这种叫什么？对一些特定的议题展开一些关注我为什么今天会选这个题目呢？原因有两个。第一个题目就是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匪夷所思，但是其实不是的这种事情其实是蛮多的。虽然他把这件事情放大到一个程度是什么程度？就是父母他不听话，父母就直接去法庭告这个很少，中国人不会这么干。但是要这个姐姐承担这个养弟弟的这件事情，这个责任的事情，那在农村在城市都不少见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有相当的普遍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民法典，这是民法典的条文。那么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民法典，可是我觉得民法典有这样的条文，其实老实讲，我没有看民法典因为这个新闻出来的很唰就过去了民法典这件事情过去的非常的快，因为这件事情直接就过了我没有看，但是我看的这个法律条文，我对这个法律我就非常的失望那么我想
看看这个法律，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是我们用一个世俗的角度来看不专业呢，还是有大家都会觉得这件事情不靠谱啊？我是觉得这个法律非常的不靠谱啊。那么大家也来议一下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怎么还会有一个这样的要求啊？就是说要求父母如果没有能力抚养子女，政府不出手去帮助，或者是其他的 NGO 啊，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去帮助这个家庭，而是要兄弟姐妹去帮助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法律没有讲清楚？如果兄弟姐妹也解决不了的时候怎么办呢？对吗？你不能说他们就一定能够解决，他可能自己还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办呢？所以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个法律实在是让我有点失望，所以就是因为我看到这段文字，我就想到了这两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啊，可上可下，也接地气，影响也很大，所以我就决定拿这个来做一个新闻茶座，因为新闻茶座我们很久没做了啊，我还是想把它捡回来。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一个模式啊，节目的模式，因为我们网友，老实讲，我们的网友真的是藏龙卧虎，有很多很不错的想法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把大家聚合起来，来进行这个交流，好吗 ？OK， 好，鸣谢一下。Daniel 梁，谢谢王先生的坚持，王老师的坚持，加油，谢谢。Lindy， 谢谢王老师辛苦了，谢谢林建辉，谢谢 Mike 朱，谢谢。OK， 观点，典型的引导性普法，把国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推给家庭，老了赚不了钱，国家也不负责。开放二胎是国策，结果把责任全推给了姐姐，真的是神奇法罗的国度。是这样的啊。观点打卡韩国，看标题做猜测，若女儿胜诉，天理尚存；若父母胜诉，都会有很多伏地魔或者有更多不婚的女性啊。观点拿一条尚未实施的法律来当作判例的法则，这也是只有强国才会有这种滑天下之大吉的判案。第一，这个法律已经成立了啊，法律已经颁布了，实施的日期是1月1号，明年的1月1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是拿来做普法教育啊，普法教育告诉你这件事情。但是虽然它是普法教育，但其实这是一个法律条文，这个法律条文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了啊。观点说明这个社会的救助机制等于零。国外文明国家，包括香港，此类子女会被剥夺抚养权，孩子会交给有抚养能力的人士抚养啊。观点，我觉得裁决不合理。如果我是姐姐，我会抚养弟弟，不过这个完全是因为亲情，不应该被法律强制背锅。观点，事实上，中国这种长姐如母、长兄如父的情况真不少见。很多家庭长子长女有了经济能力，就要反过来帮助父母抚养弟弟妹妹，尤其是弟弟，很多弟弟就是这样被娇生惯养。观点，这个故事里每个人物都活得很惨，找不到应有的帮助，这个很有力量，这个话说的非常有力量。因为这个故事里面每个人都很惨，姐姐也很惨，父母也很惨，唯一没心没肺的可能是这弟弟啊。情况放开二胎后，这种事情不是新鲜事。家里的亲戚18岁，女儿18岁追了个男孩，女儿说这是给我生个儿子呢，打着怕你们寂寞的旗号，已经糊弄不了了现在的孩子。
观点，我觉得说白了，这套修改的法律就是要刺激生育，让那些想生二胎的大龄父母敢去再生，就说逼自己的其他的儿女嘛。这么做合适吗？你觉得作为一个父母，你自己都没有抚养能力，你再生一个让女儿来背，我觉得这个父母也是，那是什么父母啊？这个观点，中国人交了这么多的税，中国人的孩子没人养，老人没人养，贪官养的白白胖胖，想骂街啊！观点，大陆的法律一贯是权利责任不对等。我认为女儿要抚养弟弟之前，必须落实对父母遗产的继承权。哎呀，他领低保的，他连弟弟都抚养不来，他有多大的继承权遗产给你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遗产吧，还有能有什么遗产？情况，大陆的案例，父母抛妻弃子，未尽抚养子女的责任。老了生活无着，要女儿付赡养费，女儿拒绝，被告上法庭，法院判父亲胜诉，女儿无奈之下只能付，但选择每个月用邮局汇款，并在留言框下留下愤怒的和咒骂。土共的政策不能把这个负担推给政府。我不知道这个政府有什么责任哈，好像啥都没有责任哈。如果父亲年纪大了，那就抚养。我真的不理解这个法律的原意是什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父亲抛妻弃子，然后年纪大了，生活无着，然后要女儿养他，女儿不理他，法院判这个父亲胜诉，真的没天理了，你说呢？情况，大陆的案例，姐姐已经上大学，父母不顾反对，执意要二胎，小儿子2、3岁时，父母车祸身亡，我的天，这什么世道？姐姐直接把弟弟送给了乡下没儿子的亲戚。观点，要我养，我就有处置权吧。这个为什么这个真的是人间悲剧吧？你说这个姐姐情况，从10几年前我上大学那会儿就讨论民法典，当年的老师就得出结论，这是一部一半抄英美法，一半抄大陆法，四不像大杂烩。反正中国法律在当权者手里从来就是牟利工具，想怎么用就怎么用，非常正确，一塌糊涂，乱七八糟。观点，说到责任，我想起了疫情期间政府造出个帮扶这个词，总之就是他们没责任，也不承担责任，所有的事情都由你们自己负责，在其他方面也是这样，非常正确。观点，其实这是圣经里的观点，创世纪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2人成为一体，这句话太经典了，如果人人都参透这句话并遵行，这个世上就会少很多家庭问题。它肯定了人的独立以及夫妻关系的神圣，夫妻关系应该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紧密，一定是这样啊。夫妻关系一定比父母和子女的关系紧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家庭，它是核心家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并不是核心家庭啊，核心家庭是夫妻啊。虽然这个父母和子女是父子母子，他是血亲，但他不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是夫妻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经常会
多多少少的，就是像毛毛雨一样跟女儿，讲，就是说，我跟你妈妈的关系比我跟你的关系要紧密，这个要经常讲，经常用一些婉转一点的方式来表达吧，但是这是事实啊，这是事实。观点：王先生开办节目1年多来，讲政府责任无数次，但从来没提过个人责任。你打个电视看看，美国人讨论社会问题，出现最多的词就是 personal responsibility。想要学习美国制度，先学会美国人的责任感。对，我讲的最多的就是政府的责任，我很少讲个人的责任。个人责任当然有，个人责任是相对于什么？个人责任是相对于个人啊。那我通常讲的是社会议题，如果在社会议题当中，我当然要强调政府的责任，因为这政府跟民众之间政府的权力更大，政府的力量更大，钱都在政府手里，所以我们要强调政府的责任特别是中国政府其他国家还有点不一样，美国有点不一样。你说这样要讲中国的话，我只讲中国政府的责任，为什么？老百姓没什么责任啊，老百姓把钱都交给政府了，你还讲老百姓什么责任？你说是不是？钱都给政府了，你看我买房子钱交给你了，我买这个买那个，我上学都给你钱了，你说是不是？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当然要讲我当然是要讲政府的责任，特别是在中国议题上当中，我只讲中国政府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政府，他拿了那么多的钱，对吗？所以我们要学美国的话，那我们就不能这样学。真要学美国，那就要从政治制度开始政治制度开始学。那不能先讲个人责任，个人责任要讲，但是绝对不是对等的讲。为什么？因为双方不对等双方的权利跟力量不对等所以这个问题是这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观点与提问：我对中国任何法律的制定程序都嗤之以鼻。民主国家的立法程序要经过复杂的程序以及充分的讨论，包括三读程序。先不谈人大代表产生方式，国外议员全职开会，人大1年就一次几天的会，能讨论出什么好结果？王老师怎么看？中国立法制度简直是个笑话。非常准确，中国的立法就是个笑话。你想一下，中国的立法起草谁起草？不是谁，没有什么专家来起草。法律的起草2个单位，第一个单位政府部门政府部门归口，这件事归谁管？谁来起草法律比如说关于土地的，好，国土局起草法律；关于房地产的，就是住建部起草法律；关于这个婚姻的，那民政部来起草法律。它是这样它就是政府部门、政府的主管部，或者我们讲叫执法部门来起草法律。那这个法律会怎么样？肯定是歪的嘛，歪向谁？歪向政府的嘛？怎么能把你老百姓捏死？我这个法律就怎么写。所以事无巨细，算无一策，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好了，这个法律理论上跑到这个立法机构立法机构的时候，那民意代表你就把它掰回来呗，这没关系你政府这么起草，我把它掰回来就行。结果呢，中国的人大代表全是官，都是官。你选到参加中国的人大代表更笑话，笑话在哪里？就是省级人大代表是由市级人大代表选出来的，
他一层层选出来的。他一层层选出来是什么呢？什么意思呢？就你可以看到，市人大代表里面有什么呢？有区长，有区委书记，有区的这个各个局的局长，就是这样的情况。然后呢，全国人大代表有什么？省长、书记、市长、书记，这个各个部门的主管都在人大代表里面。所以你可以看，他全是官儿，全是中共的人，全是政府的人，都在人大里面投票。然后呢，你看这个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这更好笑。大家投票，同意、赞成、不赞成，投那个票的人，全是各个地方的这个，当然中央也有啊，中央不多啊，都是地方的这个人大代表，地方的人大代表都是官员，都是这个总理的下属，给他投票，这是很好笑嘛。所以就是这个立法，你说这个立法讨论会期，整个会期有多长？整个会期2周吧。那么一个法律有多长时间讨论？那就是讨论一下啊，讨论一下，根本就没有什么激烈的这个争执啊，没有。为了中间的某一个条文，大家大打出手，没这回事，就过了。有没有人反对？有人反对，但是就过了。那么还有一个法律就没那么重要的，不是那种大法，就像民法典。那么很多法律是什么？人大常委会直接就过了，审议通过，就审议就过了。这就是中国的法律是这么来的。所以中国的立法制度粗糙，然后后果非常严重。我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劳动法。劳动法是一个就歪的不能再歪的，它劳动法基本上是个恶法。它的我说恶法在哪里呢？就是说它里面有很多条文是允许员工耍赖的，就是他让他去耍赖，留下耍赖空间。我知道他立法原意是什么，他因为觉得政府就是公司的力量更大，个人的员工的力量小，所以我得想办法这个平衡一下。但是这种耍赖的方法的后果是什么？耍赖的后果就公司不敢请人，其实后果很严重，它大大的增加了一个公司的这个用人成本，而员工并没有得利。后果是员工并没有的，所以新的劳动法通过之后，其实呢，所有公司的运营成本都上升，但是薪酬水平并没有上升。为什么？就是一些耍赖皮的人活得挺好，就是今天跑这上个班，明天跑那上个班，就这样，就有很多这种游击队就这么出现了，就是这种情况啊。这是一个劳动法，还有一个国家情报法。这国家情报法可了不得，了不得。之前我们不觉得，现在大家就知道，那 TikTok 这个案子，包括微信这个案子一出来，微信也好 ，TikTok 也好，它有一点它没办法辩解。美国政府讲这个微信也好 ，TikTok 也好，它会侵犯美国人的这个隐私，它会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你有一个国家情报法，你国家情报法里面规定，所有的公司、企业单位，包括个人，必须配合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这个条文一出来，可不得了，所有的人，所有的中国人，所有的公司机构，全部被绑在这个战车上了，你没办法反驳，你能拒绝吗？你拒绝不了，为什么？法律是这么规定的，你不能这拒绝。但是你说你怎么辩解？你无法辩解。那你有法律这么干，如果中国政府找你，你没办法拒绝，你就没办法反驳。这就是中国的法律。他当时有没有考虑这一点？他完全没考虑这一点。
他只觉得我只是一个国内法，我只要在我范围之内，我想要你们做的事情，你必须听着，你要是不听，我就给抓你。他是这么想，是这种思路，后果严重吗？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在这些议题当中，你根本没办法反驳。所以中国的立法就是一个笑话啊！观点：土共是无耻的。既然开放二胎，就要有相应配套的措施，而不是说开放二胎之后就没有政府的事了。以后这种需要抚养二胎的相关新闻只会越来越多，因为有不良的判例了，以后就会依例判决。这是跟碰瓷老人的判例一样，会毁灭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他现在不是判例啊，他不是判例，他是法律条文就这么规定啊，他已经是法律条文了。观点说父母年纪大了或者没有能力就不该生是不对的，穷人也有资格生孩子，政府要承担义务，尤其是 GDP 世界第2、全面小康的中国大政府，没错，非常正确。年纪大了或者没有能力也应该有权利生，那是他的生育权，而且政府应该去承担这个责任啊。观点把人和家庭强绑定是治国的一种方法。当你想反抗的时，你最怕的是亲人受伤害或来自亲人的指责。我想起了之前有上访人员不发同村老人养老金的事情，群众绑定群众，群众斗群众，就是这么办，他就是这么办。中共很擅长做这样的事情。观点：小时候我父母说要把我扔了，我当时还是幼儿园，就说要把他们告上法庭。我虽然小，但知道要这样保护自己，没有伦理，没有道德社会道德约束，还能求救于什么？可能是弱势群体能保护和保障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可国内法律实际上也是政府让民间相互残害的工具，让自己高枕无忧。经常有人讲中国是无法无天，其实我经常纠正这个话啊，中国没有无法无天，中国有法律啊，中国是有法律，而且中国的法律，你不信你违个法试试，保证抓你啊。但是为什么讲中国又无法无天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只要你有权，对你来说无法无天。但对于老百姓来说，那些法律治你死死的，所以千万别违法。在中国，除非你是有权利，那你可以无法无天啊。情绪，我以前在中国读法律，现在在美国读法律 ，OK， 未来不准备回国了，原因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没有任何法律理想有希望得到哪怕一点点的实现。两边最大的区别是在西方制定法律是为了规范社会，在中国制定法律是用来统治韭菜。制定法律的政府和他们的走狗从来不需要也不屑于遵守法律，非常对啊。观点：责任不要找政府，有利不能少政府。现在法律就是这个逻辑，差不多的法律都可以看到这个逻辑。观点：在中国重男轻女一直存在，我父亲就我一个女儿，却总帮着生了个儿子的三弟。因为传宗接代的重要性，所以一切优惠政策也都给了这唯一的传宗接代的男孙。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弟弟，却享有亲生弟弟的所有的优惠政策，同时也剥夺了我本该有的一切。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中国人是没有所谓的人之常伦以及亲情。中国的法律我一直认为是颠倒黑白的，是让本来就没有法律知识的老百姓活得更悲惨。政府推卸责任是最终目的。我的身世比较离奇，我80后，我外婆捡来的我，一看是个男孩，连夜把我送到我现在的家庭。当时我妈还有2天临盆，上面还有个姐姐，怕再生一个女儿，结果2天后我的弟弟出生了。
我妈就不想要我了，后来好说歹说留下来，也注定了我屈辱的童年。很小的时候，时不时把我赶出来，让我去找我亲妈。我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童年的经历让我身上充满了社会气和深深的自卑感。工作之后找回了些自信，但似乎还是有一些病态的自卑感。这个很可怜啊，真的很可怜啊，没有办法安慰你。你至少还有我们嘛，你至少还有我们和你在一起，希望我们能给你一些安慰，好吗？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啊。观点：几年前的一个案子，父母因吸毒被拘，孩子在家里饿死。这个案件中，政府没有承担未成年保护的监护义务，这种义务是任何一个有责任的政府必须承担的。我知道这个案子，我还看到一个什么案子，就是武汉疫情期间隔离，就是把父母都拿去都去隔离了，结果家里孩子给饿死了就这个案子也有一个这样的案子观点：这个判例一出，只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裂痕，貌似会和彭宇案一样严重的后果。这不是判例，这是法律条文，他们都不想一想观点：中共不允许任何 NGO 出现在自己的地盘内，但设伏这种对自己没有利益的事情，又不愿自己去做。他做，民政部做，然后红十字会做，你敢把钱捐给红十字会吗？红十字会，你把钱给了他，他就给了谁啊？那个叫什么来名字那个后来给判了的，他做就是你捐了10个亿，他拿100万去做一下样子其他的钱就不知道跑哪去了中国的慈善，中国的官方慈善，不仅仅是笑话，简直就是罪恶中国的官方慈善，说不尽的黑幕观点：如果我是姐姐，而且有能力，会主动养弟弟，但是被告上法庭，我会不服，因为这样的法律在大清还说得过去，不是现代思维体系的产物。我大概也会是这样嘛。如果我是那个姐姐，我可能也会去抚养弟弟但是如果真的把我告上法庭，如果我会去抚养弟弟，也就告不上法庭了但事实上，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也是这样也会帮助家里工作以后，我有给家里提供支持包括我的兄弟姐妹，我都有提供支持就是我工作以后的事情。这是家庭一个很正常的亲戚关系嘛，就是说一个家庭，比如说有3个孩子、2个孩子，他肯定有个孩子能力会强一点，另外孩子能力弱一点，父母肯定有能力强有能力弱那么在所有的家庭成员当中，肯定能力强的要给其他的提供一些帮助，我觉得这天经地义吧，不存在什么当然这前提是你有能力你有足够的财政资源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你能力强多做一点，能力没那么强少做一点，但也不应该不做就是说你一个月挣个5000块钱，你拿个500块钱小1000块钱给家里提供支持，我觉得都是正常的，没问题。你说我一个月挣5000块钱，我要花3000块钱，我拿3000块钱给家里，自己节衣缩食，我觉得这也不合理那应该是什么？你挣5000块钱，你花多少钱，你留一点钱，然后再把多的钱给家里，这个才正常。除非家里很困难，
那困难到什么地步？困难到你不给这笔钱，这家里过不下去，那是另外一件事。那你就一起共度时间吧，那是另外一件事啊。那基本上我觉得也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早怎么活下来的呢？是吧？所以这里面家庭的伦理关系，我觉得有很多想法，就是说很多我们看到的电影也好，我们看到的故事也好，都很极端，但其实我们的日常没那么极端。就像我说的，我要是挣了5000块钱，我平常日常开支是3000块钱，那我其实剩2000块钱，我拿其中1000块钱给家里，那么另外1000块钱我留下，合理吗？我觉得蛮合理的。家里有点困难，我就给1000块钱，也挺好啊。如果家里很好，不等你这钱花，你也得给，少给一点，那自己多攒一点也没啥，对吗？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就是说家庭成员之间应该根据不同的能力，大家互相支援，但是这不是必须的，自己得把自己过好。你说我作为弟弟，我就靠着姐姐或者靠着哥哥，那不靠谱，那不能给他靠啊。提问：如果父母把弟弟的抚养权抛给成年女儿，然后女儿遗弃弟弟，那女儿构成遗弃罪吗？那不是遗弃罪吧？那是违反了那个承担那个抚养责任的罪吧？啊，我不知道，这个我就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谁懂的，来回答一下好吗？提问：对等原则，新民法典是不是也规定了，这个姐姐如果老了病了，弟弟是不是应该对姐姐有赡养义务？这个是个好问题。我敢打包票，这个民法典没有这个规定。我敢打包票，他敢有这样的规定，那就见鬼了啊！为什么？他怎么可能想得这么周到？问题：被父母偏爱的子女是否有更多的责任赡养老人？这就是家庭悲剧的开始。哈哈哈，一提到这个问题，就一定会有后面就跟着家庭问题就来了你看哈，是这样的啊，一对老人，然后他有3个儿女或者4个儿女，结果4个儿女都不养他，都不肯让他在他那儿住。这一对老人最后自己孤独的在外面住在窝棚里，为什么？其中3个孩子说，当年他父亲他母亲只喜欢老大或只喜欢老二什么好东西都给他了，所以呢别到我这儿来。然后那个老二呢，被偏爱的那个人呢，我才不管他呢，我凭什么我管他？其他的哥哥姐姐都不管，凭什么我管他？结果就是这样，这就是偏爱的后果。偏爱的那个孩子一定是最不孝的，为什么？很简单，他得到的爱比其他的兄弟姐妹多，他觉得他是理所当然，所以他一定是在所有孩子里面最不孝的那一个。那么其他的孩子满怀怨恨的离开了这个家，满怀怨恨的离开，可能其中会有一个孩子这个父母这俩父母呢，如果运气好，就其中有一个孩子特别孝顺，他就吃他的住他的，就靠他如果他运气不好，其他的孩子都恨他，结果他就老无所养，后果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偏爱，偏爱是中国人的一个非常坏的弱点。中国的父母很难，就是说很难不偏爱所以呢，那就生一个吧，你就使劲偏爱那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生2个甚至2个以上的孩子，千万不要偏爱，管住自己很重要，否则的话
家庭悲剧，大部分基本上你看到中国人的家庭悲剧都是谁造成了？都是父母造成，父母一手造成的。我眼见的无数这种家庭悲剧都是这么来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人性的弱点吧，就是他没办法克服自己的那种喜欢啊，就是没办法克服自己的弱点。那他有没有被偏爱的那个人有没有更多的责任呢？法律上没有规定过，而且一定不会承担更多，他只会承担更少的责任。我跟你讲，我看到的例子是什么情况？就是这两个父母还特地不要去他那里，不要去他偏爱的那个孩子那里住，觉得不要给他负担，他情愿住在哪儿？情愿住在窝棚里，就这种情况。我跟你讲，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不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啊？但是真的是很多这种案例啊。情况说起核心家庭，我想起来就是个人献血后，直系亲属输血时有免费额度，这个直系亲属不包括兄弟姐妹，包括配偶，所以这么看，这个民法典就是逻辑不自洽的，非常正确。观点很不喜欢子女称为父母小情人的说法，仿佛孩子生下来就和另外一半竞争的，仿佛配偶对孩子好过另外一半是正当合理的。这种说法割裂了夫妻关系，混乱了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将孩子的未来另外一半放到了原生父母的竞争对立面。这么说呢，肯定是这样啊。我觉得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情人，前世的情人，他只是讲他们之间的这种天然的比较近乎的这种关系。如果你介意这种说法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啊，夫妻之间肯定已经有问题啊。提问：针对这个话题，有个问题困惑我很久。CCP 强调社会主义制度，何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跟西方的福利制度差别在哪里？网友同问：中国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社会主义不是应该是西方所谓的极左 socialist 吗？高福利、大政府，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中国的社会主义零福利。中国有没有福利？没有福利，中国的福利是零。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中共的一个独裁政权的一个为了维持它独裁的合法性的一个帽子，它戴了一个帽子。有没有社会福利？有社会福利吗？没有，中国的完全没有社会福利。你看一下中国的社会福利是什么？你生个孩子，你得社会增容费，还得交社会增容费，就是公共服务品都要交钱，所以中国是没有福利的。所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三大特点：第一，独裁；第二，公有制，就是国有企业，政府要变成一个大政府，政府要把社会资源全部抓在手里，就是中共独裁。政府垄断资源。第三，零福利。就是为什么中共天天讲它是社会主义的原因是，它就是为了独裁，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讲社会主义就是要独裁的，所以我就要搞社会主义。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西方所谓的福利主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情况在德国，如果父母无法抚养小孩，或者是不适合抚养小孩，儿童少年局会介入，直接帮助指定抚养家庭，等小孩长大或者父母情况是否好转，再来判定小孩是否可以回归原来家庭，绝对不会要求姐姐抚养。这在放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来讨论的话，
那这就是个笑话啊。观点王老师好，我认为这是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扒拉出来对他们有利的部分，非常对，这是无视人权的人放大父权，同理可以影射到军权无限放大，也就是说何种关系下军权大到无边。观点，正因为人民没有选举权，政府才根本不 care 屁民，政府制定的任何法律都只会撇清政府的责任，可是当有政治需要的时候，他们又要屁民当他们的铜墙铁壁啊。什么叫铜墙铁壁？其实这个赵立坚把这个话说的蛮透的，蛮准的啊。什么叫铜墙铁壁？铜墙铁壁意味着你就是一块砖，砌在那个墙里面的一块砖而已。对中共来说，你就是那块砖，帮他挡子弹的啊。观点不仅这个民法典非常不靠谱，整个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非常不靠谱。中国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困难，几乎每个人都需要帮助，但是想寻求政府的帮助难如登天，政府却通过法院裁决和公检法强制执行，把责任全部推到个人身上，让人民内部互相攻击，人人自危，就是文革手段啊！中共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而且不允许任何 NGO 存在，这种悲剧是政府和社会造成的，而且总喜欢出天灾人祸的时候就甩包袱，号召有爱心的人捐款捐物，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逃避责任，在利益面前与所有的人或组织争利，强拆环保工程、建筑房地产都是政府与民争利的经济来源，又不透明，贪污腐败层出不穷，生活在中国的百姓是一种灾难。问题，为什么所有人，包括王先生讨论此事的前提总是保持中国现有的全能政府？如果我不想要全能政府，我希望小政府，我不需要政府给我抚养、养老、养孩子，我也不用交那么多税，税收因为只用来维护国家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社会问题由社会解决，小政府大社会。但是这里似乎所有人都希望保持全能政府，只是让他多责任而已。我觉得跟全能政府要权力是与虎谋皮。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如果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子女，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来帮助他抚养这个子女。这并不是一个全能政府才应该做的，小政府也能够做，理解吗？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政府的责任，不是说全能政府才有条件去承担这个责任，不是的，一个小政府也要承担这个责任。OK， 观点，中国民间的各种问题，最后归咎到中国的法律上。法律一方面负责管理中国居民，一方面用于规避政府以及司法的责任。另外，媒体用各种手段平息问题，包括引导社会仇恨，或者直接言论管控，抹消问题。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政大于法，法律仅仅是为政府服务而已。观点，中国人的观念就是没有独立的个人或者依附于家庭，或依附于宗族。集体主义文化中，女儿养儿子很合理。情况，24岁43斤大学生吴花燕，不就是养自己的弟弟，省吃俭用，活活饿死的吗？按照民法典，他就是死有余辜了。观点，回应刚才那位网友关于个人责任的发言，你去看看西方法律的架构，责任是与权利挂钩的，有权利才有责任。中国人民手上连基本的人权都没有，你要他承担什么责任？什么时候把政治与基本人权还给人民，再讨论人民要承担什么责任？中国人民现在已经承担了所有的责任了，又铜墙铁壁，又交税，
中国的税负全世界最重，那你想一下，那还有什么？你还想要什么责任？你还要想老百姓承担什么责任？钱给了你了，铜墙铁壁有汤了，还承担什么责任？中国人民承担了最多的责任，好吗？观点不仅仅是通过恶法来推卸责任，我的天，我们还有很多好，不仅仅通过恶法来推卸责任，也利用各种电视剧、社会舆论等进行道德绑架、强制洗脑。有一阵子舆论鼓励妇女回归家庭，有一阵子鼓励妇女儿独立，背后都是绑匪近期的需要。所以这种法律与舆论都是动态的，不过恐怕只能变得更差，不会变得正常。鼓励妇女回归家庭可以啊，但问题是她老公挣的钱够养家吗？这是个最重要的前提啊。妇女可以回归家庭，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不仅仅是妇女可以回归家庭，就是说可以单职工，不需要双职工。但前提是单职工你能养家。中国现在能单职工怎么可能养家？这不可能的。观点他们一直宣传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现在连弟妹都要负责任，那父母呢？比父母都亲的党呢？当党有难时，少则让你吐钱，重则绑上战车献命，这恐怕不是危言耸听。观点：中国就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一个弱肉强食的血腥丛林，权力就是利爪和尖刺。根源是 CCP 通过枪杆子为胁迫政府，通过政府来控制民众。如今即便推出民法典，也就是一家之言，本来就没有经过历史和现实的考验，政府被 CCP 控制本身也是敢怒不敢言。曾经台湾记者采访人大投票赞成修宪的官员，问您能保证今天投的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官员都笑而不语。其实他们也不想赞成，但是饭碗就没了。情绪，女儿2岁时被确诊孤独症，一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建议再生一个，理由是万一女儿将来生活不能自理，父母老了可以有弟弟妹妹照顾姐姐。同事说的理所当然，自己却真心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对呀，那弟弟妹妹生出来是为了解决那个问题的嘛？那这弟弟妹妹的使命也太惨了。观点，我觉得还有疑问的是，就是有多次婚姻的情况，如果后任婚姻中生育的子女要求前任婚姻子女来抚养，这种情况怎么办？这个我不知道后任婚姻抚养，前任子女来抚养。也是弟弟妹妹哈，那真的是这个官司真的不知道怎么打了。最后一个提问：父母都吃低保，生的孩子应该也享受低保。既然弟弟有低保金，理应不需要姐姐的抚养才对。我估计法院判决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但是仍然甩锅给姐姐。请问如何理解法院的判决和政府低保政策执行的关系呢？政府很清楚啊，低保不够用啊，低保养不了，所以才会做出这种判决。低保能养谁啊？低保谁都养不了啊。好，明谢 K Jane， 谢谢。喜欢茶座，请王先生和美西喝普洱茶，谢谢。七飞，谢谢。梦之幽记，谢谢。观点：22岁姐姐可能刚刚大学本科毕业，即使工作收入应该并不高。如果让姐姐去抚养2岁的弟弟，也许把姐姐拖垮，并且可能会影响姐姐的恋爱与婚姻。我认为姐姐应该拥有一个独立的人生，弟弟应该由父母来抚养。如果父母没有能力，那么交给社会福利机构抚养，非常正确，本来就是应该这样蒋 John 谢谢， Judy 谢谢， Jennifer Lee 谢谢，谢谢王先生和美西辛苦了。好，我们今天的茶座就到这里，我有一些还没有念完，应该超时很多了，所以我就不念了。
那我们会把把大家的观点贴到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再继续讨论，也可以继续的发表你们的意见，好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我们希望有更好的节目的形式，让大家多来参与表达，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我希望大家都来积极参与。谢谢大家，谢谢。